他们本是形影不离的兄妹，再见之时却已形同路人。哥哥在战场已经10年，回家唯一的办法就是活下去。他的妹妹和家人是他最后的支柱，但战场之上风云变幻，一个身影出现，所过之处无人可挡。哥哥所在的阵营溃不成军，来人乃是对方的高手。他缓缓爬上山坡，自报家门是千手全城的长子。他不想伤害这些强制带到战场的战奴，希望众人自己赶紧退去。众人听过他的威名，境界已到神话之境，但此时他的身后竟缓缓站起一人。不等他反应过来，因为贯穿了胸膛。为了回家，哥哥必须取下敌方手机。就在对方想回身反击之时，哥哥已将他撞下了山坡。这时有人喊道：“天光解决掉了敌将。”众人闻言直接掠过二人，为了奖赏他们冲进了城池。天光又一次的活了下来。青口派军营中，太湖夸天光竟埋伏了8天，这种事交给他是最佳人选。天光则询问自己的奖赏，他已经凑够了20个武侠手机，说好的自由该兑现。太湖一脚踩在天光身上，他一个战奴竟然还想要自由。获得手机不是因为他厉害，而是因为自己的策略。随后让手下把天光关到地牢之中，地牢内天光不停和一个老头说着自己的过去。15年前他被绑架卖来当战奴，他每天都会想起自己的家人。那个混蛋明明答应还自己自由，老者却不理会天光的唠叨，他一直在摆弄自己的头发。当2个人的身体碰触时，老者像是得到了什么力量，头发竟直奔远处的钥匙，随即将钥匙带回。天光不解老者这么厉害还在这里关着，但老者却始终一言不发。他猜测老者应该是腿无法移动，那就只能制造些混乱。随后堂屋开始起舞，天光扛着老者以趁乱逃跑，但没等他走出多远，3道弓箭射在了老者身上。追兵已经来到，天光希望对方看在队友面上放了自己，但这时已有一人从旁杀出，他抓起老者顺势撞向那人，然后一脚踢出。此时几人已经来到他的身后，他顺手拔下老者身上的弓箭，直接解决掉一人后，另一人的匕首已将他刺中，他瞬间拔出匕首反击，却又被一人狠狠按在树上，他只能使出浑身的力气勒住对方的脖子。战斗瞬息结束，他起身看向远处的老者，感谢老者让自己活了下来。就这样，天光回到了自己的故乡，但等待他的却是一座坟墓。他的父亲为了找他遇到了山贼，本来和睦的一家人，母亲人间蒸发，父亲也惨遭不测。天光哭着询问妹妹下落，木散城内人来人往，他得知自己的妹妹被人带到了这里，他四处寻找，但都没有消息。就在这时，他看到人群围观的少女，正是他的妹妹明月。他连忙上前呼喊妹妹，但对方见到他先是一惊，下一秒就露出了厌烦的目光，领着队伍继续前行。本是幸福的一家人，哥哥却被抓到战场当了战奴，妹妹被带进青燕亭做了机生，父亲遭山贼杀害，母亲也不见了踪影。哥哥逃回家中才知道亲人的变故，他寻找到了自己的妹妹，但妹妹却不理会他这个哥哥。天光不明白为什么如此，他必须问清楚妹妹为何不认自己，但却被护卫队长拦了下来，随后让手下将天光赶走。而混乱也引起了一人的关注。此时青口派已经熄灭了大火，他们不明白天光是如何逃出去的。愤怒之极的太湖让手下去活捉天光，虽然损失不大，但他要让其生不如死。另一面护卫将天光带到一处胡同，他们正在谈论明月的美貌与身材，毕竟连他们都想和其共舞。天光听到他们如此侮辱妹妹，他已忍无可忍，他不允许这帮人诋毁自己的妹妹。众人见他反抗，直接抽剑攻向天光。这场争斗也被一人看在眼里，见天光身手敏捷，他已有了打算。此时天光已被守卫抓住，他已无反击之力，但天上却出现一物，落地便爆炸开来，众人都被呛得睁不开双眼。神秘人出现在天光身边，带他离开了此处。随后他们来到河边，少年让他不要用手去揉搓，并告诉天光自己叫万之，他如果想进青燕亭的话，他可以帮忙。他知道有个狗洞可以到达机生的宿舍，但他可对女人没有兴趣。凌晨青燕亭内，两人正在讨论白天的事情，那个男人竟知道明月的名字。明月感觉应该是自己的哥哥，他表示之前自己都放弃了活下去的想法，如今好不容易被当作人看待，却突然出来个乞丐说是自己的亲人，抛弃年幼自己消失的哥哥，还不如死掉算了。而两人的谈话已被树下的天光听到，原来妹妹每天都活在地狱。听着妹妹的诉苦，他陷入了沉思。此时万之出现，打断了他的思绪，但天光不去理会还在听着妹妹的话。万之见此，让他看下自己的包袱，他要去方便一下，但实际他却摸上了房顶。原来他来此是要偷妖精们的钱财，但他必须有一个替罪之人。白天看到天光的身手不错，可以让他有充分的时间逃跑，这可是个大好机会。此时天光还在回忆妹妹的话，确实现在自己出现无法为其做些什么。这时青燕亭乱作一团，都在大喊有小偷，而在他旁边的包裹竟然燃烧了起来，随即一道火光冲天而起，照亮了整个院路。天光知道不妙，连忙逃跑，但背后已经有道人影提剑追来，来人让他交出饰品，天光却不知他在说些什么。护卫队长不听天光解释，不停对其发起攻击。天光顺势拉动藤蔓将他放倒，表示自己不想和弱女子打架。
但这句话深深激怒了女人，一剑直奔天光额头。只见天光额头鲜血直流，对方已经使出了杀招。这个世界只有强者才能手握权力，武侠更是属于鹤立鸡群之人，他们都可以以一当百。但天光在战场从未见过女武侠，不曾想今天竟被他碰到，他完全没有还手之力，很快他就身负重伤。他顺势躲到树后，疯狂想着对策，但对方可不会给他机会。只见一剑挥出，剑气竟然直接转弯直奔天光，不等他反应，腹部已经中招。队长来到他面前询问赃物，如不交代，就此便了结他的性命。但天光竟跪下求饶，因他只需要对方有一瞬间的松懈。队长见此无奈，收起武器，让他赶紧交代。但不曾想，就是这样的一瞬，天光已经将他的武器踢飞，顺势将队长按倒在地。队长见此，直接攻击天光受伤的部位。就这样，两人顺势扭打在一起，竟直接滚落到了悬崖。等队长再次睁眼，天光已经昏死在旁边，而此时手下也寻到了此处。随后他们将天光带回了青烟亭，询问他偷走的饰品在哪，但天光根本不知道什么饰品，他表示应该是叫万芝的小鬼所为。天光本想说是来看妹妹，但是想到妹妹之前的话语，他又忍了下去。明月看着哥哥的表情，好像也明白了什么，他和手机大人请求让自己来处理此事，手机不想多管，便让明月处理，随后便让手下将天光先关进仓库。明月的伙伴不信他的哥哥会是罪犯，但明月却让他不要多语，他和天光的关系被人知道可没有好处。随后他们找到队长，询问当时的情况，队长表示可能真不是天光所为。他之所以这么说，是因为当时天光竟护住了自己，但他并未将这事告诉两人，只是说发现天光时丛林里空无一物。明月听后思考了一会儿，便让队长明天保护他们去购物，顺便去隔壁村子调查一下。二人走后，队长来找天光，他让手下为其治疗，明天带其一起搜索。但当他们为其治疗时，发现天光的身体全是刀刃的伤痕，他们推测其应该是战场逃回的战俘。不知天光遭受怎样的残酷奴役。第二天，明月让众人画些盗贼的画像，然后去隔壁村子找当铺寻找赃物。天光听着安排井井有条的妹妹，他没想到妹妹会有这样的一面。随后几人开始拿着画像到处询问，而明月则在远处购物。她的美貌吸引了众多人的目光，她不仅出手阔绰，而且喜欢就买。在远处，一人则远远看着他们。当太阳就要落山时，一人从暗处出现，拦住了他们。很快他们就被包围，但明月却是一点都不害怕，因为他的护卫已经出现在男人身后。就这样，几人跪在了他的面前。明月知道贪财之人之间会有所联系，他让对方找出画中之人，否则便会让队长解决掉他们。这本是棕熊的温馨老家，却被一个人类占为己用，还将他的食物全部吃光，只剩下一具骸骨。就在不久前，大街上青口派的人正在寻找天光，巧合的是他们与万芝相遇，万芝与他们开了个玩笑，便直接离开。就在他得意洋洋时，他还不知道有人已经供出了他的老巢，就在一处茂密的森林深处，但也不知道具体在哪。随后小喽啰带几人来到描述地点，但却未发现他说的人影。这时明月注意到远处好像有些什么，他径直走了进去，不多久就看到了一处房屋，另一面天光他们一无所。天光提议再去刺金银房，那里有股他闻过的味道，好像是万芝用过的火药。当他们再次到此，万芝竟真的再次出现。混乱的房子内，万芝率先夺门而出，但天光也已紧随其后。万芝躲过攻击，看清来人竟是天光，没想到替他顶罪之人竟来抓他，他只能扔出炸弹趁乱逃跑。但不曾想天光竟然死死跟随，而这一幕正巧被青口派看到，看是天光他们也追了上去。就这样，两人已跑到森林深处，见天光马上要将自己追上，万芝再次扔出炸弹，但却被天光接住，顺势扔了回去。森林中顿时烟雾升起，天光已将万芝按倒在地。这时守卫也顺烟雾前来，没等几人站稳，便被一股力量打飞出去。来人正是青口派的魔姬，他通过天光老家的婆婆找到了这里，并表示会将天光打残后带回去。天光见此，让护卫队逃跑，对方是冲自己而来，但他们见同僚受伤，竟挡在了前面，但在魔姬面前根本毫无还手之力。在他得意之时，天光已来到了他的头顶，但却被反手打飞出去，并嘲讽他毒种的称号不过如此。就在众人想让天光不能动弹时，几道剑影从远处袭来，救下天光。正是守卫队长前来，他一剑直奔魔姬，竟将他的武器打断。见此，魔姬将武器扔掉，直接发动绝学，威力之大撼动山林。另一面，明月也听到声音赶来，而小喽啰看到明月的美貌起了歹心，但他们忘记了一旁还有天光在此。他解决一人后解开了自己的绳子，他们竟然敢打自己妹妹的主意，天光已经动了杀心。另一面，两人的战斗还在继续，队长抓住对方破绽，一招命中，但对方却将他的剑直接打断，而且他的攻击根本没造成什么伤害。断剑的队长没了武器，但他的战意并未有因此消失。远处一个身影走在森林之中，饱餐过后他竟变得异常强壮，刚才的巨响也同样引起他的注意，而且发现他要找的人就在附近。只因男人被称为细狗，每天便不停地吃肉，最后竟变成了猛男。现在他要去找拿他当盾牌的男人，
另一面，队长用断刀还在奋力反击，但效果微乎其微。他使出自己各种绝学，但还是被魔姬狠狠地打在地。天光这边也受到了3人联手攻击，但他凭借自身灵活不停周旋，明月只能在远处看着哥哥。这是他第一次看到这种打斗，比想象中的还要惨烈。他必须做些什么帮助哥哥。就在敌人将注意力放在天光身上时，一个石头砸晕了一人，正是光明偷偷前来，但另一人却将目标转向了他。好在天光及时上前，他不停地攻击着男人，因为他危及了妹妹的安全。突然，队长飞来撞开了天光。此时，魔姬从远处缓缓走来，天光询问队长的伤势，队长告诉他不用担心，他是过来找剑的。就在魔姬准备施展绝学之时，一个男人出现在他的身后，魔姬瞬间回手攻击男人，男人却询问他是不是他的弟子。魔姬一惊，此人竟直呼他们掌门大人，而男人则不理会他，自顾自地说着。他让魔姬捎句话回去，他的师傅韩良还好好的活着，而且他要让魔姬长长见识。随着光亮亮起，一股火灭的力往后山，魔姬几人直接被余波震飞出去，这才是萨手法正确用的。随后他转向天光，径直朝他走去。天光不知道为何对方知道自己的名字。韩良询问他逃出去后找到家人了吗？天光好像想起了他，那个监狱里的老者。天光以为他已经死掉了，但此时韩良发现自己的裤子出现了点问题，刚才耍帅力度没控制好。随即他准备去找条裤子穿，他让天光不用担心自己，随后会再来找他的。当天光反应过来时，万芝已经不见了踪影。队长告诉天光，他们已经知道了万芝的老巢。此时万芝已经回到了家里，这里竟有很多的小孩子。见到他回来，孩子们都说自己好饿。这一切也都被天光与明月看在眼里。原来这里都是战争遗留下的孤儿与老人，因为乞讨不到吃的，万芝便当起了小偷。老人们希望他们能放过万芝，但万芝毕竟是偷了东西，如果原谅了他还会继续去偷东西。而且他们不是圣人，也不是富贵人家，饰品既然都被卖掉，那就只能带万芝先回清验庭。几天后，清验庭举行宴会到，明月向手机汇报情况。闻言，手机表示如果没有首饰，那些官府的客人肯定会挑的。明月表示自己已想到了对策。随后官员们到达，等待他们的是一片美景，后面你们不爱看就不说了。但天光却是看在眼里，他只能暗自生气。不知何时韩良出现在他的身边，询问天光是不是在小小年纪就见识到了地狱，这也成为女孩一生的噩梦。时至今日，她还会因此惊醒。在那里他们都不算是生命体，现在她虽然不再是个孩子，但解决那帮战地之人还是有些麻烦。就在这时，万芝竟闯进来，他听到动静以为明月已经醒，他迫切来告诉明月已经解决了那帮人，但却没说是天光出手相助，只说是一群浪客解决了问题。明月闻言表示还想再休息一会儿，让万芝先行离去。另一面，韩良哼着小曲从房里走出，他刚和几个人聊了一宿，天光在外一直在等待他出来。老者却不以为意，表示年龄不过是个数字。随后看满身血的天光应该是胜利而归，天光则表示他教自己的武功根本行不通，如果没有万芝他已经死掉了。韩良表示那些不过是基础，最重要的是他活着回来，已有资格进入武林。第二天，明月带着队长来到那片土地，占领这里的人确实已经消失。明月通过万芝的话语中明白，肯定是天光帮助了自己，难道是想模仿做个哥哥吗？随后让工匠师傅按计划进行，队长则在残骸中发现了一件破损的衣服，而沿途的血迹只有一人直通树林。安排完工作后，明月带着万芝前往一处地方，他要挣到让人眼红的财富。随后他们来到木散城商会，商会会长陆展亲自出门迎接。明月来此是想做些生意，但不是小打小闹的生意，他要成立一个商队，而且他也带来了入会费与推荐信，还有自己商团的具体位置。很快，明月成立商团的消息传遍了木散城，头牌机身的商团没有人不感兴趣，这也成为众人茶余饭后的话题。大家都谈论他会卖些什么，而此时的商会内也正在谈论此事。众人都觉得一个机身开的商会早晚会倒，但会长却告诉众人低估了他的实力。一个倒酒的丫头竟能得到官府的介绍信，而且她的样子肯定不是个简单的机身，背后肯定正在打磨一把利刃。等到时来分众人利益时，后悔就晚了。所以他们现在要找个杀手处理掉明月。第二天，队长顺着血迹找到了天光，但眼前的一幕让他很是费解。两人此时发现了他的到来，希望队长不要误会他们只是在练功，并询问他为何来此。队长只是发现他们商团之地上有打斗痕迹，便顺着前来查看。天光闻言询问明月要干什么，队长却不理会他，选择要走。韩良则打断了两人的争执，提议他们来场对练，如果天光赢了就告诉他妹妹在干嘛，如果天光输了就答应队长一个愿望。队长倒很乐意给入门者上一课。天光见对方不准备出剑，可是有些看不起自己，没过多久天光就被打倒在地。她本是个普通的女孩，但却想成为王的存在。她要在乱世中做最危险的生意，为了权力她要先挣到足够的财富。另一面，亚中根本不信天光的身手，竟能收集20个武侠首级，而且其中还有千手拳的继承人，两人因此是争论不休。韩良在边上感觉他俩八字倒是很合，
他告诉两人，千手拳的儿子不是神话境，那个境界都是世人臆想出来的。他会用行动证明天光的话语。韩良让亚中对自己攻击，亚中闻言倒是想向前辈讨教，随后他一剑攻出。武侠确实可以做到像金刚一样坚硬，这也让人误以为可以像神一般的存在。但是，一旦放松警惕的话，肉体和凡人没有两样。特定情况下，小孩也是可以杀死神仙。最好的例子就是他自己，被弟子下黑手关在地下10几年。这就是现实的武林。此时天光才反应过来，万枝没跟在妹妹身边，而且亚中也没有跟随。亚中告诉天光，明月去了商会，如果天光加入到明月商团，以后就可以更好保护妹妹。当明月从商会出来时，天光拦住了妹妹。他听亚中说妹妹要成立战贸商团，他想申请加入保卫队，毕竟他有在战场上的经验。话落，他就在等待妹妹的答复。明月出奇的没有反对哥哥，反正谁都可以参加比武大会。说完，他让天光去街上看看通告，随后便离开了此地。第二天一早，天光就来到了集市，但他忘记自己是个文盲，他只能听着众人议论。知道了地点与时间，天光将比武大会的事告诉了韩良，韩良却没有一点兴趣。倒是天光可以从中得到锻炼，还可以挣点钱补贴家用。大会当天一场火爆，明月也因此大赚了一笔，解决了商会初始的资金问题。当天光来到时，万枝找到了他，他告诉天光将他的报名表做了些手脚，因为报名人太多，他差点被首轮筛选掉。但天光却希望万枝不要再做坏事。委屈的万枝这时被一人撞倒，而且对方根本没有道歉的意思。天光在扶起万枝的同时，已经做好了战斗的准备。他让男人给万枝道歉，但对方反倒出言嘲讽。就在这时，一人阻拦了他们的争斗，同时赛方让所有参赛者入场，比赛也随之正式开始。为了安全，所有带坚刃的武器都要带套。第一回合的比试正是之前的男人，而他的对手巧合的就是天光。比赛开始，天光竟慢慢走向男人，表示自己有礼物送给他。随后一把沙子扬出，直接一脚直奔对方要害。所有人见此都是一惊，裁判连忙上前告诉天光犯规，因为他了结了对方男人的一生。台下刚才的枪武士却看出了天光的实力，看来不是个傻小子，是个有趣的家伙。男孩参加比武是要第一，但因犯规首战就被罚下，他白白浪费了接近妹妹的机会。但朋友安慰他，毕竟给人带去了欢笑。而比赛并未因闹剧受到影响，观众的热情依然高涨。最后冠军由枪武士获得，比赛也圆满结束。青烟亭内，明月欢迎前2名到来，分别让他们担任正副队长，而队员的话，队长可以亲自选择。关队长此时已有了一个人选，那就是第一场淘汰的天光。而天光也没想到他会来找自己。关队长知道天光实力可能不高，但是经验比较丰富，他希望天光加入他的保卫队伍，能待在妹妹身边。天光欣然答应。翌日，商会带明月去找铁匠，他是附近最有名的匠人。当得知明月要做武器商人，他称明月比男人都有野心。他们世家都在打造武器，连皇帝佩剑都是他们打造，但不管是什么用途，他都是带来混乱的产物。众人拜别铁匠后，明月询问天光怎么会在此。关队长表示天光是保卫队所需要的人才，明月也不想多管，随后询问众人刚才的铁匠如何，能否将武器交付他打造。副队长表示铁匠的武器可以提高他作战的能力，但队长却觉得铁匠的武器有些太好，战场上如果武器太好，一瞬间就会被敌人盯上。明月很赞同队长的意见，他们的商品最好是便宜又实用。副队长表示他倒是知道一人，用神奇的方法一次就能制作100个镰刀。明月闻言很感兴趣，毕竟第一次交易他要亲自去看看。当晚手机知道明月要离开10天，很担心明月的安全，手机还是不希望明月做些吓人的事情。明月表示自己是个很牛的丫头，让对方可以完全放心。手机知道明月的性格，便先行离去。明月好奇为什么亚中还在这里，亚中表示以防万一他会等明月离去。就这样两人待了很久，亚中开口表示他理解明月讨厌天光，但是天光为了回来见妹妹也遭受了苦楚，他身上的伤痕死了都不觉得奇怪。亚中希望明月可以可怜下天光。明月闻言陷入了回忆之中，那是他最后一次见哥哥，哥哥为了找消失的妈妈再也没有回来，爸爸为了找哥哥也没有回来，只剩下幼小的自己独自害怕。明月询问亚中和哥哥的关系，他还以为自己有了嫂子，他们出身不同，根本不可能理解自己。天光的离去让他家破人亡，小小年纪就活得像个畜生。天光在战场苦苦挣扎活下来，自己何尝不是活在地狱？多恶心的事他都在忍着。第二天几人便启程前往目的地，就在明月询问他们还有多久到时，万枝看向了森林深处，他听到了野兽的叫声，而且还混杂着人的声音。他是附近山村的统治者，不仅人数众多，更圈养了一批小狼狗。就在明月一行人路过此地时，听到森林中传来了野兽的声音，几头猛兽正在追2个男孩。就在危机时刻，副队长救下了2个孩子，他让孩子赶紧躲在身后，而饿狼突然有气运转在身体之上，随后直奔副队长。此时天光与关队长前来，直接杀入狼群。关队长见到狼群的状态，让众人多加小心。战斗开始后，他们发现狼群竟会闪躲，而且通过叫声来沟通。
的确是受过训练的野兽。他们以孩子为中心与饿狼周旋，面对众多野兽，三人陷入苦战，时不时还有饿狼偷袭孩子。为了救孩子，副队长也陷入危险，幸亏天光及时相助，两人配合暂时化解危机。此时他们也发现了头狼竟在远处指挥。关队长知道解决掉头狼才能结束战斗，见此他直奔头狼而去，瞬间解决掉头狼后，狼群也却如预想般散去。就这样几人来到了他们的目的地，没想到救的孩子就是村长的儿子。得知明月到此的目的，村长带领他们参观他们的冶炼工厂。他们的工艺不用锤子敲打，而是靠熔炼后导入模具之中，虽然没有那么耐用，但是效率很高。明月询问武器可不可以如此批量生产，他们进行投资。村长很想帮助恩人，但他们现在被一个叫山君的支配，他们的孩子或女人都被带走当了人质。他们驯养了大批野兽，根本无法反抗，孩子也是逃出来才被狼群攻击。明月询问队长山贼有多危险，队长表示他们很难将他们打败，对方应该是更接近军队的团伙。而这时山君已带人来到了村庄，山君让村长解释下孩子为什么在这，而且追捕的狼群死伤了1半之多，该不会是村里雇佣了佣兵来对付他们吧？明月见此想出面，却被队长拦下。打起来的话，他无法保护明月的安全。山君为了惩戒村子，竟让饿狼攻击一个孩子。就在这时，天光与副队长出现，明月见此只能出面解决。他表示自己只是商团的当家，之前的误会他会支付损失。随后他给了天光一嘴巴，然后向对方表示歉意，并让二人也赶紧行礼道歉。他来此只想坐庄交易，并会给出山君满意的提议。山君见对方是一个美貌贵妇，便想听听对方会说些什么。队长告诉天光不要伤心，如果明月不这样的话，他们可能会死在这里。天光知道自己太过鲁莽，他并不会怪明月这样做。他小年纪就成立了自己的商会，还和山贼谈起了武器生意。为了手下和自己的安全，他只能用利益暂缓与山贼的冲突。但山君却不想在村子里讨论此事，他让明月去山寨详谈。明月见此只能答应，但以梳洗打扮为由，希望晚些时候前往。山君同意了他的请求，并让手下在此等候明月。当山君离去，他们虽避免了立刻打斗，但也要考虑如何活着离开这里。现在只能等万芝回来再做打算。就在之前，明月让万芝跟随山贼打探情报。原来山贼将村里人抓来开采矿物，另一个房子里有着大量的狼群。万芝在此也听到了对方的谈话，他们已经相信明月的提议，毕竟对他们没有什么影响。如果明月使诈，直接杀掉就可以。当万芝回来后，将所见汇报给了众人。明月听后说出了自己的计划，他决定先出手突袭对方。他不想把村里人当作奴隶对待，村子获得自由对他们商团也会有利。他很抱歉让众人跟他冒险，所以还是需要大家的意见。当众人离去后，天光独自留了下来。他不希望妹妹独自涉险，明月为了自己的大义，他必须首当其冲。还有就是他打天光的那巴掌，他向天光道歉。天光听后倒是一惊，他没想到妹妹会和自己道歉。随后众人便跟着前往山寨，他们也同样看到了在此的奴隶，都是一些老人和女人。这也让明月想起了小时的自己，同样天光也想起了那段回忆。当几人走过营地时，守卫拦住了众人，让他们交出自己的武器，并且前面只能明月一人前往。见此，天光叫住了明月，他还是不放心明月独自前去。手下见此，催促明月跟上自己。当来到主营，山君已在此恭候多时，他给明月倒了杯酒，并表示没有下毒，可以放心吃喝。明月也没有犹豫，便接过了酒杯。没过多久，两人就喝了不少。而山君此时已经再也喝不下去，他借着酒劲也不再掩饰，直接将明月按倒。就在山君放松警惕之时，明月手里已多了个发簪，直接瞄准了山君的颈部。外面众人正在等待信号，但关队长离了武器后就异常的焦虑，他让大家不用担心自己。天光则是死死盯着营帐的方向。另一面，明月已经刺中了山君，但山君一拳就将明月打翻在地。就在他想收拾明月时，已经流血过多，晕倒在地。打斗声也被外面的人听到。此时万芝从上方出现，直接落在明月面前，瞬间营帐烟雾四起。同一时间，天光已经出手，副队长也解决了附近的守卫。他让众人抓紧取回武器，剩下的就交给队长就行。队长表示没有枪在手，他很是心慌。武器在手，他的领域无人可敌，但没有武器，他手无缚鸡之力。只要一根棍子就能让他重振雄风。敌人嘲笑他竟没被狼咬死，多亏烟雾才让他活了下来。关队长没有枪在手时无法冷静，这种丑态竟被人看到，他会让见到的人都失去记忆。在他手里，就算木棍也能发挥威力。一个木棍落地，无数敌人飞上了天空。此时同伴也将他的枪送了。当武器再次入手，他已无敌于此。就在明月他们出发前，村民把所有味道浓烈的东西都拿了过来，因为狼群的鼻子都很灵敏。万芝要制造大量的刺鼻烟雾弹，然后他将明月的信交给了村长，信中请求村长帮助他们消灭山寨。村长不明白为什么明月会为他们出头。万芝告诉村长，明月也失去过家人，而且他很小就被当作奴隶卖掉。此时的战场上，天光已经陷入苦战，面对狼群和山贼联手攻击，
他不断被敌人击中，而山贼慢慢也将他包围。山军的左膀右臂也已来到。就在这时，远处不断有烟雾升起，村长率领村民带着烟雾弹前来。他们首要的目的是救助被抓走的村民。营帐内万智也趁乱带着明月逃离此处。此时天光已经被众人围攻，陷入危局。他全力反抗，但对方人数太多，好在副队长前来解围，两人合力之下打破了僵局。面对众人围攻，也可不落下风。他们也趁着烟雾摆脱了围攻。就在众人寻找天光二人时，一人来报入口的人都被打倒，众人连忙赶去查看。关队长已经等候多时，左膀右臂知道对方是高手，随即二人直奔关队长而去。远处天光和副队长也看到了这场战斗，副队长让天光不用担心，他们现在应该去山军营地，但这里已经空无一人。明月此时和万智已逃进了森林，但山军却突然从树林之中穿出，一拳直接将万智打飞，随后抓起了明月。如果那个簪子再长一点，他可能已经死了。这时几个手下也追了过来，向山军报告山寨损失惨重。闻言，山军大怒，让众人回去将那头猛兽放出，阻止村民逃跑。而明月他会慢慢的折磨，让他生不如死。就在山军准备下手时，天光与副队长及时赶到。副队长让天光带明月先走，他会解决半残的山军，但明月却让天光去阻止山贼。他们准备放出野兽攻击村民，他希望天光赶快去阻止。天光看万智已经醒来，让明月跟万智先离去。当天光追寻山贼到此时，黑暗中已传出哀嚎之声，随后一道凶光从黑暗中亮起。天光见此，连忙运转气劲，一头硕大的老虎直奔天光而来。他却被训练了2年半，出笼后野性却依旧未减，就连他的训练员都被瞬间解决。在他面前，狼群毫无还手之力，这份威压让天光也汗颜。就在他思考之际，猛虎已将他瞬间扑倒。虽然天光总和韩良抓捕野兽，但这么大的老虎他都没有见过。他施展功法，一脚踢向老虎，虽将猛虎踢飞，但却没有伤及半分。天光知道自己可能无法轻易对付。这时村长几人来到此处，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孩子，但猛虎也向他们发起了攻击。天光瞬间出现拦住了他，让众人赶紧离去。村民让天光屏住呼吸，将烟雾弹扔向了老虎，同时天光也发起连续攻击。面对刺鼻的烟雾，猛虎开始无力躲避。这时他竟从身体释放出气压，将周围烟雾吹飞后直奔天光而去，瞬间就将天光撞飞。天光只能全力防卫攻击。另一面，明月正在背着万智离去，而副队长与山军正在大战。虽山军已经身受重伤，但毕竟他是当过将军的人，面对小孩子的战斗，他瞬间就已占了上风，将副队长压制在地。副队长全力反抗，直接抓向山军的伤处。趁山军吃痛的瞬间，他已将山军过肩摔倒在地。虽然他年龄小，但也经历过战场。随后两人不去防卫，硬碰硬的打到一起。当副队长接住对方一拳时，顺势用头撞击山军，随后疯狂攻击对方。此时山军竟反向跳起，双脚夹住了副队长的头部，直接锁住对方行动。因为后腿被制，他已使不出力气。见此，副队长一口咬向山军，却没有什么实际作用。这时一个黑影出现在山军眼前，正是明月举着石头出现，狠狠砸在了山军的脸上。这让他想起6年前，他将整个村子屠戮，一人见此要剥夺他的将军之位，因他破坏了军队的秩序。山军则以自己的功劳进行反驳，并称对方战国武王并不是真王。见山军竟还带领着野兽，难怪被称为禽兽部队。山军不知道为何会突然想起这些，可能现在的境遇与那时一样。明月见副队长伤势并无大碍，便准备将山军带回山寨。山寨中，天光还在与猛虎纠缠，村民让村长带着孩子先走，而孩子很担心绷带叔叔，但他们在这只会妨碍天光。猛虎一直追着天光不放，但他皮糙肉厚，攻击根本无效，而破坏力又异常强大。天光躲避时竟被其尾巴抓住，狠狠甩进房屋之中。他们能统治附近山林，不只因为他们人数众多，主要是他们训练了大批野兽。狼群在战场上更可超过人的配合，面对武侠高手更可不断消耗，而人则可在远处偷袭。面对源源不断的狼群，关队长已经渐渐没有了体力，他不知道自己还能撑多久，看来很难抽身离开。面对对方最强2人夹击，他只能用出最后的力气。就在他已经没有力气之时，突然出现的一幕改变了战局。明月和副队长带着山军归来，另一面天光被猛虎摔得够呛，这也让他想起和韩良对练时的情景。对战之中也要讲究策略，根据自身的条件发挥自己的武术招式。要赢比自己强大的对手，就需要技术，这也是他们上千次修炼的原因。就在天光闪开猛虎攻击时，他顺势攻击猛虎怀部，然后猛击其鼻腔位置。当猛虎挣扎起身时，天光再次攻击他的脚踝、心窝、腋下、颈部，招招直奔老虎的要害。就在天光准备再来一记猛攻时，却被一招猛虎摆尾打飞，瞬间被其压到了身下。在这危机时刻，无数铁链冲天而起，
将猛虎牢牢缠住。村民并未离去，合力帮助天光。趁这个空隙，天光使出全力攻向猛虎的喉咙。远处敌人见首领被秦一哄而散，明月几人准备去帮助天光。当他们来到时，见到众人正在合力对付猛虎。随着猛虎倒地，他们彻底的胜利。随后几人连忙将天光拖出治疗，而村长在感谢明月同时，表示这些铁链是他们所做，就连刀刃都无法砍断，这也足以满足明月商团。明月很满意，希望他们一起挣到大钱。几天后，清燕亭内，富家子弟知道明月回归，都来捧场。在明月表演过后，在场都陷入了疯狂，清燕亭再次变得异常热闹。门外关队长和亚中守在门外，他们互相介绍自己后，亚中相约以后有机会可以相互切磋。关队长知道对方是袁家后人，在此做护卫应该也有些隐形。屋内众人都好奇明月商团要卖些什么，但明月却对一人很感兴趣。他听说其同学在北原城位居高位，希望听听那位到底是怎样的人。第二天，明月商团内，工匠已经制作出了一批装备，虽然外表粗糙，但质量很好。明月则发现韩良竟在这里工作，他为了偿还之前的霸王餐，他和天光一直在商团打工还债。另一面，他们保卫队已经招收到了一批新人，明月也得到了推荐信，准备好商品，他们就要去找客人才行。这时万之也将定做好的队服拿来，毕竟要见客户，他们必须打扮得整整齐齐。他在所有人眼中只是一个花魁，尊重二字从未出现过他的面前，为此他成立了自己的商团。而他第一单生意要找北原城的军事部，那里的管事的是个特别保守的人，从未去清燕亭喝过一次酒，这样的人更能接受他的提议，因为北原城招募的都是农民，不可能都给他们配备武器。虽然他们有战后补偿金，但为了活着回来领取，他们就需要装备，这也是明月商团的突破口。当一行人路过演武场时，所有人都认出了明月，他们议论纷纷，出言污秽，这一切天光都看在眼里。随后几人找到总教官，明月将装备的价格做了明细。明月的东西不算优秀，但做的还算不错，护甲也能抵挡致命一击。但对方表示很多人向他们提出了武器盔甲的订单，明月表示对方误会了自己的来意，他们的武器是贩卖给征召的农民。明月的装备便宜，解决了农民不舍得买武器的问题，这样既增强了北原征兵的战力，还减少了军部的开支。这样的提议也引起了对方的兴趣，他决定带明月转转军事部，然后深入交流看看。当参观后，总教官决定好好考虑下，明月则想着这次的交易应该很顺利。当走过几人身边时，明月很有礼貌地向几人行礼，但对方却很不礼貌地伸出了黑手。天光肯定不会容忍这种事情发生，两人的争执很快引起众人的注意。远处一人大声询问两人，他可不允许有人侮辱他们日光武馆弟子。这时总教官也被争执引来，说话之人竟是教官的儿子。明月见此，连忙向对方表示是误会。天光明白妹妹的意思，连忙跟着道歉，但对方却不依不饶。见天光不满的表情，准备以5人的方式解开误会。他请父亲主持一场比武，总教官倒觉得很有意思，询问明月的意见。明月则是陷入思考之中。关队长也看到了对方出手，用比武解决其实也没什么，但真正犯错的人却不上场，而是总教官儿子出手。他让天光不能赢，那样的话交易可能会取消，但还不能输得太过明显。他们只不过是对方的消遣罢了。天光见明月一直不语，便上前表示自己又惹出了麻烦。明月并未怪天光，他知道天光说的是真话，对方想轻薄自己，但现在这种情况只能上前比武。他让天光尽量让对方不要太难堪。随后两人走向彼此时，总教官也宣布比赛开始。对方上来就是一击杀招，同时天光也想起队长的话，要尽全力的去输掉比赛。随后两人便战斗到了一起，而远处一人也被战斗吸引而来，他是北强全家最强战力之一。总教官连忙上前行礼。明月没想到会以这种方式见面，但对方的注意力却放在战斗之上，因为天光的武功让他异常的熟悉。一人出手相救，他也因此活了下来。他终于知道自己有多么渺小，那个人让他好好活下去。在这个战场，他终是差得太多了。随后便被他的徒弟带离了战场，而少年身上竟有恩人的影子，他的目光完全落在天光身上。教官儿子本想在父亲面前展现身手，但天光竟让他有些难堪，看来不用些计谋不行。他再次冲向了天光，攻击同时悄悄告诉对方，那人轻薄明月是他的命令。一个艺伎竟在装清高找他的父亲。就在天光分神思考时，他闪到侧面，一剑命中天光，还不忘继续侮辱。这些话语彻底激怒天光，他会为嘴臭而付出代价。众人见此全部冲向天光，而天光也不再隐忍，直接出拳攻向众人。但当他出拳的瞬间，一个老头竟出现在他的面前。他询问天光的武功是和谁学的。随后几人找到了韩良，怒极不敢相信还能再见到恩人，直接跪下拜谢。他邀请韩良去自己府邸生活，韩良则表示只要帮他还了欠的餐费就行。木季欣然答应，并表示天光像极了年轻的韩良，他如果早知道韩良被人背叛，必会出手相助。韩良则一点不在意那些俗事，
天光知道韩良只是嫌麻烦而已，随后他和韩良聊了许久，拜别时表示会经常来看韩良。随后他让总教官把生意交给明月，毕竟不需要他们付出多少，而且他的儿子轻薄了明月，对练时他的话语都被木槿听到。他为自己管理不当向明月道歉，总教官见此也为儿子道歉。明月看着眼前一幕竟不知所措，他连忙回礼感谢对方的信任，这是明月有生以来第一次这么被对待，之前的人都各怀目的，他头一次感到不用卑微。天光看着妹妹也不知道说些什么。几天后，天光与亚中像平时一样对练，天光将经过告诉了亚中，他以为差点又要给妹妹惹来麻烦，没想到韩良竟帮上了忙。亚中却惊讶天光不知道战国武王，在战场上天光可记不住那些称号，说不准哪天就被别人消灭。此时亚中突然反应过来，他们离得那么近。另一面，副队长让关队长帮自己看下装车，他还不知道关队长竟会写字。关队长表示认识字在战场活得也会久些。同时明月让万之一定要确保铁匠那面按时交货，人手不足就加派人手，必须做好万全准备。几天后，总教官来此检查货物，他感谢明月商团这么快准备好。南部突然战线紧张，急需这批物资。总教官希望第一次合作一定要全力以赴，因为那里的队长讨厌人出现失误。那是他们被称为战国武王之前第一次联手对战的就是50万大军。在那个蛮族入侵的时代，他们从小接受刀马训练，人数更是达到100万。他们兵分两路直奔首都，皇宫内所有人都劝放弃抵抗。一个年轻的谋士想出了个办法，他请来了5人对抗一路蛮兵，神剑合一的援军，义勇兵术给予，贸易女王孔女，禁术师刺耳，拳王弟弟萨韩良。他们的加入彻底改变了战局。天光询问韩良，亚中说的是不是真的？韩良表示具体人数忘记，而且他们的门派也都参与了战斗。当打败匈奴后，皇帝的权威也慢慢消退，不断有人出现称王。天光询问亚中怎么会知道的这么详细，韩良告诉天光，因为那是他们家族的历史，武王之一就是亚中的祖父，但那个人性格有些古怪。没等韩良说完，亚中便离开了此地。韩良怀疑自己说错话了。另一面，总教官准备送儿子去少林，好好修炼下心性，然后再次向明月表示歉意。明月表示自己离开后，他的朋友会再商会，随即让朋友见过总教官。可能职业习惯，朋友竟称对方为欧巴。知道自己失言，立马向对方道歉。夜晚，明月坐在床边，他的所有积蓄已经全部用光，他终于开始要挣钱了。几天后，补给部队浩浩荡荡已走了好久，因为大量补给，他们只能用牛车运送，这也造成他们行进缓慢。当然，大量物资也会引起别人的眼馋，而这也不是第一次遇到。因为有天光在，他们并未出现什么损失。他们已经行军了1个月，明月身为会长，竟亲自带队。他让万之先去目的地汇报，他们随后就走。军营内，总队长表示他非常讨厌迟到的人。万之解释车队还需1天就到达，但对方却只说知道。行军过程中，天光发现了什么？他让副队长好好保护明月。随后他发现远处几人，他们正在欺负一个女人。他见众人都是敌人，便准备出手，瞬间便冲进了人群。几人见他们不是对手，便吸引天光的注意力。几人趁机冲向了女人，但连近身的机会都没有，就被打下了悬崖。天光解决2人后，见那女人已站到了悬崖边上，女人没说什么，只是行礼表示感谢，随即便跳了下去，留下天光不知所措。第2天，明月到达了军营，士兵都被明月的美貌所吸引。总队长表示他最讨厌物资不对，明月表示他们准备的比预想的要多。总队长听后表示知道。一人解释队长总会说不行，然后说知道。他是智勇无双的前线总队长，通过他的眼神就能感受到威严。就在明月汇报物资数量时，手下表示河道争夺已经开始，同时邀请明月去前线看看。明月感觉拒绝不好，就答应了下来。战场上血已染红了河流，这也是明月第一次看到战争。虽然他从小经历过不少生死，但面对成千上万人的死去，他还是有些不适。在总队长的指挥下，这些人只能前赴后继，战场上也彻底暴露人性的丑恶一面。他以后会经常见到这种事情。作为商会的当家，他不能被人看扁。就在明月极力控制时，天光出面抓住了他的手。他告诉明月，害怕是必然的，但他不会让明月倒下。如果感觉恶心，就看看天空，他会一直守护在身边。就在这时，天空竟有人影出现，来人正是敌方的4方将军。他缓缓落在河道中间。见此，总队长表示这人太讨厌。2人见面也没有多说，直接全力对战在一起。对战威压波及整个战场，河水已经见到远处的众人。众人感叹对方竟与北元12强打得难解难分，战斗因此也没有出胜负。明月商会为了物资交接暂时留了下来，并让副队长将试用品送去检测。当他们进入里面后，被架子上的高级武器所吸引，不注意下将水杯打翻，弄湿了桌上面的纸张。卫兵听到营帐有声音，便让赶紧出去。众人连忙将纸带出，准备等干了再给送回。另一面，万之感叹战争的可怕，他询问天光第一次战场的感受。天光表示第一次他幸亏被尸体压住，他吓得连动都不敢动，几年后也没有缓解那种恐惧。
后来被太湖看中，对他训练，专门偷袭武侠。他为了活着见到家人，一直努力活着。万芝很羡慕有亲人的感觉。天光表示他们已经将万芝当成了家人，虽然他曾让自己被当成小偷。这时明月从营帐中走出，他想最后再确认下补给。天光想和明月一起前往，明月听后竟同意了他的请求。随后他们去询问物资核对的结果，但还需要一些时间，两人便走出军营等待。一路无话，明月想起自己早先受的痛苦，让他可能对哥哥无法敞开心扉。天光提议他们往回走，已经离开军营太远。就在这时，他们发现远处竟有灯火，有两人正在讨论着什么。而天光、明月听着他们的谈话，竟是总队长与敌方将军。总队长竟让对方偷袭自己的部队。这时他们也发现了远处有人偷听。他身居高位，统领万人，却为了利益出卖自己的部队，与敌人勾结，让其偷袭自己的后方。而这一切竟被兄妹二人听到。虽然他们没有发出一点响声，但却被总队长感觉到了气的存在。哥哥猜测对方不知道他们是两个人，便脱掉了自己伤会的队服。两人不知道他听到了多少，但绝对不会放他离去。天光装作是他手下的士兵，反问总队长为何选择背叛他们。总队长不以为意，原因很简单，因为他要更多的权力与财富。他们谈话的同时，两个人已冲向天光。天光知道他们没有发现明月，随即释放气压掩盖妹妹的气息，随后一拳直接向敌人轰出。见这种威力，两人已知道不是他们部队的。而这时天光已经解决了杂兵，四方将军见此准备亲自出手，却被总队长拦住，让他来解决就行。他走向天光，询问他到底是谁。天光只说自己是战奴而已。队长见天光想以无名身份受死，便准备成全对方，谁知竟被对方一拳命中。这也让他想起韩良的话，他们一起训练了已经2年半，但天光不能只靠他的武功，还要靠自己灵活运用，要不永远不能打败韩良。而且如果碰到比他厉害的，他的建议是迅速逃跑。当天光落地的瞬间，总队长已经来到了身后，天光躲开攻击，同时攻向对方，但却毫无作用，直接被甩向一边的树上。天光再次进行反击，但还是无法伤到对方。天光并未因此放弃，一招终于命中对方面门。见攻击终于奏效，天光连忙拉开距离。就在他思考对策时，总队长已经掏出了双刀。他真的很讨厌动物。远处的明月清楚地看着一切，他却被一人捂住嘴，无法出声。副队长与万芝出现在他的身旁。就在之前，副队长在晾干纸时，万芝好奇他们在干嘛，随后抢过一张纸查看。当万芝看清上面字时，知道不妙，便找到了这里。他们只能在远处看着天光掉入悬崖。总队长让四方将军赶快离开，按计划行事。随后明月几人回到营地，按照纸上说的，他们会被偷袭，他们可能都会死在这里。明月在旁却是什么也没说，他一直想着之前天光为了保护自己的事情，他满脑子都是天光受伤的话。现在的他已经完全不知道如何是好。男人以为已经到了天堂，他记得刚刚被刀刺伤，现在他的身体像铁一样沉重。突然一个男人出现在他的面前，那是他死去的父亲。小时他离家后就再也没见过，他拼命向父亲表达歉意，要不是他随便离家，父亲也不会那样死去。而父亲对他只说了2句话，他的妹妹明月就拜托他照顾。随后他从梦中醒来，一个外国人出现在他的面前，他连忙呼喊旁人。天光艰难地询问自己在哪，一个老婆婆走了过来，他们在河边发现了天光。当时他正在吃好吃的丸子，没惊发现了垂死的天光，本以为无法活下去，但身上的内功竟在自己运转止血，随后便将他带了回来，再给天光敷药时，金儿回来发现竟是之前的男人。老婆婆表示既然认识就帮他一起治疗，随后2人便开始运转功夫。随着不断输出内力，金儿开始出现了不适，老婆婆让他不要太勉强，但他一直坚持到治疗完毕。为了救天光，他们吃了不少苦。金儿的身体本就不好，为了救他旧病复发，已经卧床了5天。但天光更应该感谢教他武功的人，让他活了下来。天光听到过了5天便要起身，但他的身体却无法动弹。老婆婆告诉他的伤势已经伤到内脏，不可能这么快的恢复。天光想起之前的总队长，身体竟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。那天战斗后，万芝一直在河道附近搜索，到处都是死去的士兵，就是没有发现天光的身影。随后便回来向明月报告没有发现天光。天亮后他想再次去寻找，但明月却没有说话，一直在想着天光保护自己的情景。现在的无助让他想起了之前，他们逃出后手机，准备成立青烟亭，他们要自己保护自己，成为狠毒的女人。随即明月做了决定，他们逃走的话，北元城可能不会再和他们合作。不管北元城信不信总队长背叛，他们都弄丢了补给品，所以他让万芝去把那封信送去北元城。万芝的话10天之内肯定能到达。明月知道万芝很想去找天光，但如果不这样，商会都会回到以前，他们必须阻止总队长的计划。明月连忙写了封信，让万芝一同带走。随后明月终于说出了心里的想法，让剩下的人帮他一个忙，去寻找天光。又过了2天后，
天光在人的帮助下可以下床活动，老婆婆带着梅晶又要去河边搜集铁器卖钱，剩下天光自己想着妹妹，她相信妹妹的智慧，一定可以平安无事。女孩从小骨骼惊奇，受父亲喜爱，她也酷爱习武，开始接受武功传承，但她的身体渐渐变得虚弱，有时连呼吸都很困难，更不要说是跟上父亲修炼的节奏。父亲无法接受唯一传人这样，便将他的侄子定为继承人。老婆婆见此，便将他带到了山里，研究治疗他的武功与草药。慢慢他的身体得到了改变，虽然病情没有根治，但那种呼吸困难渐渐减少，内功修炼更加的快速，连飞天都已开始掌握。天光在见到吉尔修炼后也感到惊奇，想上前时却摔倒在地，吉尔连忙将他扶起，再次为其疗伤。天光称赞吉尔很厉害，他虽见过人行走在天上，但这么近距离感觉还是很神奇。吉尔表示这没什么，只是把气送往该送的地方，就像现在为他疗伤一样。天光感谢他们救了自己一命，并说出了自己的名字。吉尔听后也介绍了自己，然后询问天光怎么会受这么重的伤。天光将经过告诉了他，吉尔很羡慕有个这样的哥哥，他们会尽快治好天光，让他去寻找妹妹。天光询问他能否做到像他一样，金儿表示可以交给天光。军营里一人影快速穿行，他刚刚得到了情报，便发现远处竟有灯光。他好奇军营中怎么会有这么明亮的地方，竟是明月正在沐浴。虽然明月貌美，但现在他要赶紧送回情报。但明月的话语还是让他忍不住多看一眼。而这时副队长竟出现在了他的身后。明月天天沐浴，就为等待这时。他在男人身上发现了密函，得知偷袭将在7天后进行，他让副队长处理这人，便回到了营帐。第二天，组队长几人在研究作战策略时，明月带着众人前来求见。他表面是感谢总队长让他们休息得很好，实际来此是看看哪些将领容易说服，如果能说服一半，就能很好防止偷袭。而最主要的是查出副队长有没有背叛，他才是阻止偷袭的关键。另一面，天光还在接受治疗。吉尔说了一大堆练气的方法，但是天光表示比梅晶的话语更难理解，他和韩良学习可没这么难。金儿表示气的训练就是吸收周围的气，天光还是很费劲。这时老婆婆出现，告诉他们没有那么容易，因为金儿是天赋极高，如果不是身体的原因，肯定会扬名天下。老婆婆没想到叫天光的人还活着，他们在很早以前交过几次手，那个战乱的年代倒也不是因为有什么仇恨。看着天光两人，老婆婆想着缘分真是奇妙。他们是情报集团隐秘5人组，追随主人南征北战数载，从未失手的他们在山洞里等了2天。他们不知道老四因为偷看洗澡被抓获，就在他们疑问老四还不回来时，河道对岸的动静吸引了他们的注意。明月商团寻找天光到了这里，他们因为没见过外国人有些紧张，通过费劲的交流，他们见到了天光。当得知明月没有危险后，天光也终于放下心来。随后几人将明月的计划告诉了天光。此时吉尔发现了天光的变化，他身体气的流动比之前强了很多，这也让吉尔很是欣慰。同时远处隐秘团也跟随到了此处，随即一人回到本部向主人汇报。四方将军感觉他们的密报被人截获，以后还是用口头传达，并将信物交给手下，以防对方生疑。第二天，众人都在帮老婆婆处理草药，天光还在和吉儿练习气的修炼，他也能将气聚集在丹田之处，下步就是将气凝聚移动，这就是金儿家功法的基本。天光听着简单，但移动起来却没法做到。他觉得金儿比韩良还不会教人。老婆婆看着两人，他已经好久没见到金儿露出那样的微笑。见众人辛苦了一天，老婆婆特意做了助眠的熏香，让众人睡得安稳。老婆婆独自走出了房门，询问远处3人来此何事。他发现3人监视了他们好几天，他决定制服后再问清来意。3人见此只能合力迎敌，但刀刃根本无法触及对方，就像有层无形力量将剑招挪移。下一秒，3人攻击直接被控制攻向彼此，只留下老婆婆飘在河面之上。老大瞬间从水里冲出，却被牢牢制住了脖子。老婆婆知道对方是头头，询问他们来此目的，但几道剑气将2人分开。四方将军可不会让他杀了自己忠心的鹰犬，他没想到金家老家主竟藏在这种地方。他小时跟随父亲见过一次金家家主，没想到今天在战场边又次见到，上天真是眷顾他们苏家。老婆婆觉得可笑，率先冲向了对方。屋子里，天光被吉儿叫醒，他听到外面有很大吵闹声，随后几人出门查看时，便看到了可怕的一幕。四方将军感叹岁月不饶人，曾经他抬头仰望的人，现在竟这么不堪。金儿见此直接冲了上去，还好天光及时拦下了他。天光让众人带金儿离去。四方将军表示他可不是为天光而来，他们家族与金家2分昌国，大小争斗不断，但今天可能会做出了断，只要金家继承人消失，没想到竟会在这里碰见。女孩天赋异禀，却体弱多病，她以为父亲定别人为继承人是嫌弃自己，但其实父亲另有用意。他让母亲带着女孩离开这里养病，因为家族之间的战斗已经派杀手前来，他担心女孩的安危出此下策。外人都以为女孩已经死去，没想到竟还有这个隐情。四方将军知道敌对家族继承人还活着，那他必须在此让他消失。说话间，天光已经上前，将军笑他静坐无用之功，
为了一个将死之人做到这样，无论如何他们都会死在这里。随即几道剑气直奔天光而去，他避无可避挡在了老婆婆身前，金儿却将飞剑挡下，救下了天光二人。将军惊讶传言还是不可全信，直接将海水炸气攻向众人，金儿却将攻击如数返还。老婆婆告诉众人，他们的武功以治疗为主，虽然可以挡开伤害，但很快就会落败。但见到两人打得难解难分，老婆婆表示金儿毕竟天赋异禀。这时四方将军已被飞石击中，愤怒之极，攻击更加猛烈。老婆婆见金儿陷入苦战，让他们带自己赶快去药房，然后让梅晶拿出外国带回的药，又让别人拿过来一个药罐涂在天光伤处，可以暂时止血麻痹疼痛。随后让天光也喝下些药剂，虽然稀释成液体，但也不能多喝。这时外面一道人影直接砸毁了房屋，竟是四方将军从天而落。他不敢相信一个瘦弱女孩竟有这样的力量，他不能让金儿活着成为他家族的威胁。漫天剑影直奔对方，随着烟雾散去，金儿挡开了所有攻击。将军同时出现在他的身后，剑刃再次袭来，金儿顺势占据上风，但却因为身体负荷挡不下去。将军不能忍受这份屈辱，提剑准备消灭金儿。关键时刻还好天光及时来到，只见他双眼通红，直接将将军按倒在地。就在刚才，老婆婆让梅晶将他们二人绑在一起，然后两人的气进行融合。老婆婆会让药剂发挥最大化，让天光暂时忘记恐惧。无数拳影落在将军身上，这时一道剑光直奔天光，却被老婆婆阻挡开来。她让天光不要害怕，她会帮着阻挡剑的攻击，天光只要全力输出就行。就在天光觉得被刺中时，老婆婆挡下了这一剑，天光再无顾虑，全力攻向对方，反击根本无法靠近天光，完全是单方面的输出。就在这时，无数烟雾弹炸起，视野不清老婆婆让天光不要乱动。同时将军的手下来到身边，劝他先暂时撤退，但敌人就在眼前，他不想就此作罢。女孩只想过平凡的日子，和家人幸福的生活，和朋友笑着度过每一天，但一切对她来说都是奢侈。因为家族之间权力的争夺，她成了这场纷争的牺牲品。就在四方将军冲向金儿时，天光第一时间上前阻拦，却被对方手下死死抱住身体。他全力摆脱束缚时，一切都已成了定局，他们只能眼看着一切的发生。为了让将军安全离去，他的手下死都不放手，只留下了众人的悲哀。看着眼前这场悲剧，天光不知说些什么。此时远处传来了呐喊之声，看来突袭已经开始。老婆婆让天光赶快回到军营，金儿也会希望他能救下妹妹。闻言，天光重重的磕头感谢，并表示歉意。另一面军营里已经火光四起，两军已杀到了一起，士兵们都在寻找军官指挥，但他们不知管事的都被打倒在地。总队长没想到一个女人竟偷听到他的计划，还蛊惑众多士官阻止自己，这让他以后到敌国的地位都受到了影响，所以明月必须死在这里。就在刚才，总队长接到了口信，因为计划暴露，偷袭提前进行。不管总队长怎么安排，都会在营时开始。总队长很讨厌这种被命令的感觉，他可不是任何人的手下。随后，总队长下令给众将士发放美酒与佳肴，犒赏几天的战斗功绩。同一时间，副队长来到了明月营帐，这里已经聚集了大部分士官。副队长希望众人给他一个满意的解释。明月将情况告诉了副队长，万芝的书信应该已经送到了总部，他们现在只要提前准备，就会破坏总队长的计划。但他们不知道计划已经提前，无数火箭已经射。随后军营已被敌方入侵，总队长也来到明月他们面前，众士官根本不是他的对手，瞬间只剩明月一人。就在总队长准备了结明月时，副队长拦下了攻击。他还是无法相信总队长会背叛那个他们所有人的楷模，为什么会投敌？他宁愿相信明月的话是谎言。总队长不甘心现在的权势，他需要更多的权力。他佩服明月的口才，竟把忠心的部下策反。就在副队长不敌时，无数绳子困住了总队长。明月告诉总队长，他们提前准备了一批人数不多的部队，预防今天的事情。随即准备的弓箭手出现，无数箭雨攻向总队长，士官们也同时联手攻击，却还是被他全部打飞。他是要杀光所有人。副队长连忙带着明月逃向军营，但此时军营已乱作一团，总队长也紧随其后杀到。就在他准备了劫明月时，3道攻击从远处攻来，竟是万芝带着支援的人已经回来。没有人指挥的战场上，女人竟站了出来。他不能让没有将军的部队任人宰割。就在士兵丧失战意时，震天鼓声响起，一道人影出现。明月骑马出现在山坡之上，他高呼北原士兵不要放弃，他们的家人还在等着他们回家。他鼓舞众人必须团结一致，跟他奋勇反击才能回到家乡。随即驾马让众人跟随自己前进。士兵见到副队长的佩剑，瞬间就有了方向，跟随明月冲向敌人。就在刚才，两人救下了明月，他们直接冲向了总队长。两人一近一远，配合默契，瞬间3人便混战到了一起。远处万芝告诉明月两人，总队长的背叛已经被北原丞相知晓，因为军队需要调派，他们先派轻功最好的师弟与木骑大人最得意的徒弟领酒前来。副队长告诉两人，现在的军营已经大乱，
士兵没有军官的指挥，很快就会被敌方打败。明月不想坐以待毙，他要尽量拖到支援部队的到来。随后他们来到一处显眼的位置，副队长因为伤势严重无法带兵，便将佩剑交给了明月。随后明月便独自前往了山上。这时敌军2人发现了明月，马队长及时出现解决了2人，随即跟随明月冲在最前方。另一面3人战得难解难分时，远处竟有无数箭雨攻向2人，竟是敌方的支援部队前来。借此混乱，总队长离开了这里。2人见此准备先消灭这些敌人，但另一面的战况吸引了2人，见到明月将士兵集合到了一起，他们很佩服明月的勇气，但毕竟没有作战经验，很容易被先杀掉，便让09去支援明月。一处山坡之上，4方队长的弟弟带兵前来，他也发现了明月的动静，随即拉弓瞄准他，蕴含内力的弓箭直奔明月。马队长瞬间出现挡下了攻击，威力之大震碎了他的武器，但攻击没有停止，他们已经避无可避。还好09出现挡下攻击，他让明月赶紧退到后方，敌人的支援部队已奔这里而来，但明月却拒绝了他的好意，因为士兵现在都在看着他，如果他离去，士气必定下降。说话间，2军已经打到一起，马队长全力保护在明月周围。这时一道巨大攻击打飞了2人，总队长竟来到这里，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明月。不了结这时他无法安心，面对混乱的战场，远处天光一直在寻找明月，随即他发现了什么，直奔战场上2人而去。危机时刻，天光出现，一拳轰在总队长的手臂之上，随后接住了明月。每当妹妹遇到危险时，他都会第一时间上前解围，就算曾被那个人差点杀死。当妹妹再见到哥哥时，他也有些莫名的情愫出现，而总队长有些不敢相信，那个男人明明应该死去。天光知道自己没有变强，对方也没有变弱，唯一改变的是他以知己知彼。从死亡边缘回来后，他知道了变通，利用灵活的身体一击命中对方，随即再次拉开距离。这时士兵都注意到了总队长，他们欢呼总队长终于回到了战场，但却被总队长直接打飞。他愤怒之极，不知道为什么都来阻止自己。他从士兵到队长，在战场摸爬滚打，那些有权力的人却在玩官场游戏。他想要得到更大的发展，但所有人都来阻止自己，他只能杀光阻拦的所有人。天光见此，让众人保护好明月。他知道不能正面硬拼，他要好好运用所学的方法。随后2人再次冲向彼此，天光将气运转至丹田，然后输送气到要用的地方。虽然攻击加大了威力，但还是被对方反击打飞。为了打中天光，总队长开始无差别的攻击。士兵们见此不敢相信总队长竟真的背叛。此时副队长来到，虽然总队长离他们而去，但他们现在放弃还为时过早。明月将剑还给副队长，让他再次指挥士兵，他叫上万支去别的地方集合队伍。此时天光接住总队长的攻击，直接掰断了双刀。总队长不敢相信天光不到半月就恢复，到底得到什么力量敢再次挑战自己。另一面呐喊声响起，师纪集合了左方的部队前来。4方队长的弟弟飞到空中，查看整个战场的情况。就在他思考之际，09飞身上前打断了他，顺势他回到队伍之中，让副官敲响撤退鼓声。虽然他们可能获胜，但也会付出惨重的代价。随着撤退鼓声响起，他再次冲入战场。此刻明月也听到了撤退的鼓声，师纪来到他的旁边，让他赶紧离去。虽然敌方开始撤退，但也会有不确定因素发生。看着混乱的战场，明月想起了什么。这时天光已经陷入苦战，就在2人双拳对碰时，总队长被震得手臂剧痛。再看天光旧伤直接被震裂开来，天光咬牙让自己不能倒下。下一幕直接让他震惊，一人竟出现了结了总队长。他感谢天光吸引了总队长的注意，药也不能轻易得手。说罢便离开了这里。此时天光的药效消失，剧痛席卷全身，他必须赶快离开这里。混乱的战场，他已无力站起，撤退的士兵踩踏在他的身上。就在他要失去意识的时候，明月出现直奔天光，他让天光抓住自己的手，顺势将天光拉上了战马。女孩从小就喜欢骑大马，但哥哥无法像父亲一样托起妹妹，因为大人都在工作，哥哥只能爬着让她骑行。他们听老人说城里会有真正的大马，哥哥答应妹妹一定会让她骑上真马，到时他们2人一起骑肯定会更有意思。时至今日，2人也算完成了当时的愿望，只是他们穿梭在混乱的战场之上。就此这场战争也落下了帷幕，伤员都在返回北原，天光与明月也在队伍之中。一人将天光在山谷的事情告诉了明月，见天光发高烧很冷，那人连忙去给天光找个盖的东西，而明月此时正在回想战场的事情。他们穿梭在战场时，天光就已经失去了意识，明月紧紧护着天光前行，这也让他想起了小时的事情，那个时候真的很开心。随后他看天光不停颤抖，便看向了自己的外套。万之见天光昏迷不醒，他就此失去朋友。而这时取毯子的人回来，发现天光身上已经盖上了外套。另一面山谷之中，梅金向老婆婆告别，他又要过上漂泊的生活。他询问老婆婆下步的打算，老婆婆辛苦了一辈子，年经时以武功为主，有了子女为孩子着想，
老了后为孙女的病付出了一切，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。他要回到昌国替孙女报仇，将仇人放在金儿的墓前抚慰那可怜的灵魂。星焰亭内，手机听完明月的事后很是担心，但明月却是在专心看着账本。他没想到秀兰竟挣了不少钱。秀兰表示都是关队长的功劳，关队长每天都会给人展示他们的装备，当然因为他出面也卖了不少武器。此时一人前来拜访，他自称北元城差役，因为丞相召见明月特来传信。此时天光恢复后和韩良继续修炼，几招过后韩良发现天光学了有趣的东西。亚中与万之在远处看着两人，亚中也看出了天光武功的变化，他指出这样完全脱离了拳王的指导。韩良却不以为意，他连自己的门派都不关心，而且这样和天光对练更有意思。关于正派那套传承他不感兴趣，正派干着邪派的事他见得多了。北元城中明月去拜见丞相，却被众多人围观。虽然在木散城也会这样，但在这里大家不是因为他是机生，而是他在战场上救回了无数人的生命。大家都传他是打破黑暗的白天剑灵，一剑杀掉了罪恶的反叛者。这时一对夫妻上前感谢明月，他能活着回来多亏了明月。见对方还有个不大的孩子，明月给了他们点钱治疗伤势，此举顿时引来更多的人上前围住明月。群雄称王时只有2人拥护皇帝，一个是北疆全家，实则挟天子以令诸侯，另一人就是大败匈奴的丞相轮回。今日明月被丞相召见，丞相听说了这次大战中明月的功劳，将伤亡控制到了最低，但他们还是损失了1员大将，补给物资也都烧毁。总队长的背叛他们要承担责任，但物资钱烧毁的损失，他们财政吃紧可能很难付清，所以特地叫明月来说说想法。关队长知道对方是退货不想付钱，但这样的损失不是明月商团可以承受。明月听后一直没有回答，他不知道对方的深意是在试探他还是真的不想付钱。此时丞相再次询问明月，明月表示他们即便等也要拿到货款，毕竟这不是他们一家商团的物资，但他可以只收一半的货款，而且座上的人应该不是丞相。他记得座上之人去过青烟亭，真正的丞相应该在哪里看着自己。如果真是不想付款，丞相没必要亲自召见，他认识的2人都可以代劳，这里只有一个宦官还是有些可疑，所以一切应该都是在考验明月。真正的丞相应该是宦官。这时一人从门外进来，正是之前明月施舍的女人，她才是丞相易容，只是一个兴趣，她竟一直是跪着的状态。她站起身竟和马队长一样高大，马队长见此询问他到底是男还是女，丞相表示男女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拥有的能力。关队长打断了丞相，20年前的战争到现在的话，丞相未免有些太年轻。丞相笑道，因为那场战争时他才8岁了。他缓缓走向自己的座位，让众人不要怀疑他就是真正的丞相轮回。此时目击出面证实了此言，丞相承认明月很有魄力，他也说出真正的目的，他要修条4通8达的道路。现在的道路对于战争运送很不利，他要找个合适的人选来负责，他会付清货款以及修路的钱财，希望明月负责联合所有的商会去完成。明月很感兴趣，毕竟还可以造福百姓，但他还是要先和所有的商团谈谈。木散城中，韩良又吃了次霸王餐，并留下天光和万之负责善后，因为没钱他们只能打工还债。此时他们发现了桥上的亚中，他竟和一个男人单独的会面，2人都说天光的恋人要被抢走了。亚中听到男人的话后有些低落。此时天光和万之出现在他的身后，男人询问他们是谁，万之告诉男人天光是亚中的配偶。男人听后大惊，见亚中没有出言反驳，还露出绯红的脸颊，男人顿时愤怒不已。男孩从小就暗恋那个女孩，当得知女孩有了心上人，愤怒不已，直接拔剑攻向情敌。最可气的是对方一副市井混混的模样，这让他彻底失去理智。还好亚中及时喝止他，他才知道自己有多么无脸。亚中让他和天光道歉，随后便离开了这里。男孩向天光道歉，称自己叫江北，并请2人来到茶楼。通过交谈知道天光和亚中只是朋友，并告诉2人他是于川流的弟子，也就是武王之一创立的门派。亚中是门主最喜欢的孙女。天光询问江表来此的目的，江表说昨晚门主病逝来此告诉亚中，因为武王的名声葬礼来了许多人，天光和韩良也来此吃席。天光好奇韩良好像只为了吃饭，韩良则表示他们只是一起作战基本部署，而且那个人的性格和他合不来，但他手下却有一帮忠心的部下，而且剑在手他确实实力很强。谈话间武王之一援军儿子来到，他感谢拳王能来此参加，询问他要不要去吊唁父亲。韩良表示饭很好吃，他来此只是陪天光，他们以为天光是他的徒弟，天光则表示他和亚中是很好的朋友。当听到亚中名字时，后面2人的表情有些许变化，随后败笔去招待别的客人。这时亚中跟在明月身边保护，明月让他可以不用跟着自己。他听说了亚中爷爷去世的消息，亚中则不解明月竟开始关心别人的家事。明月见此不再多说，众商团都在等着他的到来，但只有木散城赴约。虽然明月料到了这个结果，但他们竟不给丞相面子。会长表示他们除非见到丞相的印章，一人出主意，大多商会都去了葬礼。
如果得到那里主人的重视，可能会有所改变。晚上，江表送几人离开，天光询问为何亚中没有来。江表听说亚中的母亲是在郑氏死后再迎娶进门，很不受两个师傅也就是他的哥哥待见，家里唯一对他喜爱的就是爷爷。战争结束后一直都陪在亚中的身边。天光听后若有所思。第二天，天光和明月又来到了葬礼，他们也见到了众多商会的人员在此。随后他们去拜见主人，当见到拳王的弟子竟在辅佐明月，他们对明月商团也是异常客气，便带几人去吊唁父亲。当晚亚中自己在愣愣发呆，天光的出现吓了他一跳。天光上前要带他去一个地方，亚中见势带自己回家，便想离去。天光表示他的爷爷一直在等着他，明天下官最后一面就没法见到了。随后几人偷偷打倒了守卫。亚中见到爷爷后回想起小的时候，爷爷告诉他剑客不能轻易表现出自己的感情，那会影响剑客的正义之路。但当他看到爷爷的伤势后，这根本不是病势。女孩生在剑术世家，值得爷爷喜爱。同父异母的哥哥不愿教她剑法，觉得她是女孩不配学习家族武功，但女孩天性不认输，因此也遭受不少委屈。每当这时，她都会找到爷爷，在这里她才会感到放松。那一天，父亲给她安排了一门婚事，两个哥哥觉得她终于可以为家族做些什么，但女孩并不想出嫁。随后去找爷爷，却被告知家主重病，不见任何人，就连她也不见。从那天起，她再也没有见过爷爷，唯一的寄托没了后，她离开了家族。直到今天爷爷离世，她才偷偷回来。但见到爷爷不是病逝，明明是被刺伤而死。就在这时，门口来人发现了他们。天光让万枝赶快逃跑，却已被剑抵住了脖子。亚中询问爷爷的死因，但大哥不理会亚中，将两人抓住。亚中再次询问爷爷的伤口，哥俩却坚持说是病逝，并让亚中他们赶紧离去，可以不追究。第二天，亚中找出了家族的道符，他要搞清爷爷的死因，而碰巧被天光看到。当亚中来到后，却被拦在了山下。亚中要见父亲，问清爷爷的刺伤，还有真正的死因。众弟子听到都很震惊。二哥让他不要瞎说，拔剑冲向亚中，一切都是亚中的妄想。老人明明就是病逝，他会用力量赶走亚中。江表看着远处两人不知所措，他们的师傅们可是称为绝伦青年20人，亚中力量上根本不敌哥哥。就在思考对策时，天光出现在他的身后，对方让拳王的弟子不要多管别人家事，但亚中可是他为数不多的朋友，他肯定不会不。这时亚中跳起让天光助自己一臂，随着天光一击，几个闪身亚光已飞过众人。江表又一次怀疑两人关系，醋意直接让他冲向天光，却被天光一击打倒在地。随后他看向众人，询问他们要不要一起上。见到拳王弟子身上，二哥知道他不能掉以轻心。另一面亚中直奔山上，而大哥出现拦下了他，他会像以前一样好好管教亚中。大哥再次见到亚中使用门派武功，还是那样的讨厌。同时二哥也攻向了天光，但天光不想还手，引起更大的麻烦。闪避时听到有几人要去阻拦亚中，天光几个闪身直奔他们而去，瞬间就将众人打飞。同时二哥砍向天光，天光下意识反击。二哥没想到这样的实力竟然没有名气，天光却不理对方，只在乎自己的衣服。随着天光边打边退，他竟来到了亚中的身旁，随即陷入混战之中。亚中让天光尽量控制力道，随后二人使出合体技能，巨大的响声引起所有人的注意，包括亚中的父亲。他是最强剑术大师手下弟子1000人，却在晚上不分敌我杀害门派成员，而且那时发生的事情没有一点记忆，医生也没法诊治，只说是失智症。他不想变成被剑控制的剑鬼，将位置传于长子。有一天他病得严重，希望长子出手解决自己，从此他便像囚犯一样将自己封闭。5年后他的病情严重，以为自己还是在战场中，彻底陷入疯狂之中寻找敌将，连孙子都被其所伤。他的儿子们与长老闻讯前来，长子见此迫不得已只能出手。随着巨大声响响彻天地，他亲手了结了自己的父亲。他含泪向父亲道歉，父亲没有怪他，并称他做得对。父亲唯一的遗憾就是好久没有见过孙女，而今日他的孙女亚中正在寻找爷爷的死因。父亲见此直接释放气压，瞬间覆盖周围众人，所有人就此停手。随后便将事情告诉了亚中，他们本来想秘密了事，但还是引出了这么大的动静。而此时韩良也在远处看着一切，有那么多人送援军离开，他很是羡慕这样的人生。他们算不上密，路也不同，希望对方早早上路为好。几天后，丞相来到此处，他因为国事耽误了祭拜。他表示，因为此次事件已经传开，明月商团和于川刘长老一直在安慰家属，负面影响降到了最低。他知道剑王儿子袁振己要将门派位置让出，但现在有个紧急的情况，炮城受到了进攻。3天后，于川刘带领3000弟子、600牛车补给前往，跟随护送的还有明月商团。此次由之前的副队长潘武章带领，天光则有别的想法。见此，众人都离开了这里。天光见明月不去，他也想留下，但明月让天光服从命令，并让他早去早回，注意安全。此时韩良突然出现，他听说天光又要去战场，要陪他一起前去。见到剑王后，他心里有些不安，而且他也要去见见故人。另一面，于川刘长老召集了所有商团，带着明月前来。众人见到他一脸不悦，
明月为了利益他必须好好处理。此时战场一片狼藉，在敌将的攻击下，己方渐渐落入下风，城墙也即将失守。见此，袁振己亲自出手，一招就将二人逼退，瞬间出现在两人身后，将其打回地上。他高举宝剑，让众人不要放弃，胜利会与他们同在。随着他的加入，整个战场发生转变，己方士兵士气高涨，进行反击。就在这时，无数攻击席卷战场，一人从天而降，攻向振己。他认出了对方是剑王元君的儿子，因为他是同样被称为武王的给予。就在两人谈论剑王时，韩良打断了二人。他们年轻时在战场一同杀敌，一个被称为拳王，一个被称为枪神。不知过了多久后，他们再次相见，枪神却直接出手攻击对方，韩良轻松接下这充满爱意的一击。给予惊讶对方实力一点没有减弱，韩良这种不老功法他还是第一次见到，还维持着全盛时期的战力。给予不知对战争没兴趣的韩良为何来此，韩良表示他来此是看看故人。随后二人不再停留战场，直接离去，看得众人都不知道怎么回事。当晚城外营帐内，他们疑惑给予会不会联合拳王，袁振己否定了他们的想法。这时一人来报，给予的儿子司马迁领兵从后方前来。当年战争结束后，他的儿子与皇家联姻，都是为了积攒自己的力量。现如今前后夹击，可能九死一生。此时北原城中丞相也接到了情报，他决定集合最精锐的部队，趁给予儿子出兵夹击时，偷袭给予儿子的城池。而这个重任交给了目击最得意的弟子，他们率领1500人连夜出发。炮城此时正布置兵力在物资队后方，防止物资被敌人抢夺。当司马迁率1万兵力到达时，他们已经布置完毕。司马迁见此，知道父亲的计划已经泄露，但这些都不重要，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一切都是徒劳。另一面，给予怀疑韩良到此目的不像是来看自己那么简单，韩良却只是抱怨竟没有好事的。给予终于知道韩良返老还童的秘密，就是不停保持肌肉的运动，然后不停补充能量，也许还有别的副作用。此时韩良告诉对方他的弟子在补给队中，给予以为是他原来那个徒弟，10年囚禁还能忍耐不去报仇，保持力量不知道为了什么。韩良把说的都说了，战争他不感兴趣，如果对方取得胜利会继续找他吃饭，随后便离开了这里。此时炮城后方两方人马已经打到一起，手下报告袁振己后方已经开战，而正面给予也率兵来到。司马迁率先杀敌，锐不可挡，哥俩知道对方实力，联手对敌，但却根本没被对方放在眼里。司马迁嘲笑二人为了对付他，根本没有顾及到自己的后方。一群人从山上出现，直奔补给队伍。明月商团奋力反击，却不见天光的身影。此时天光却出现在司马迁的后面，正门战争也已经开始，无数攻击同时从远处攻来。给予将枪直接扔到战场之中，见此袁振己出手拦下了攻击，他让士兵举起盾牌防御。对方虽强，但攻击距离远，伤害不会太大。给予只是想牵制对方不去后门，他要将功绩留给儿子。他已是一国之主，却不就此满足，让儿子与皇家联姻充实实力。得知剑王去世，他直接让儿子起兵，联合攻击皇家城池。潘队长让天光去前方支援，前方失败，后方再无退路。当天光直奔司马迁时，他就感受到对方实力不错，这也让他提起了点兴趣。随后三人围攻司马迁，天光闪过攻击，瞬间击中对方，但却没有任何伤害，反倒被一拳重重砸下。见此，兄弟二人连忙解围，也被瞬间打倒。战场后方补给队正在全力将物资送进城池，但也有不少被对方拦下，无法抢夺的都被放火烧毁。明月商团只能尽力让更多物资运送进城。战场上三人根本无法伤到对方，将三人逼退后，他已经失去了兴致。三人的实力让他有些失望，一招引起巨石，带着部队离去。2天后，补给损失了近半。袁振己找到了天光，天光不知对方找自己何事。袁振己先感谢潘队长当时的抉择，随后询问天光司马迁实力如何。天光表示他们三人可以抵挡一回，但如果继续的话必死无疑。这也是他们来此找天光的原因。兵力补给他们不比对方差，但是对方二人的实力太强，袁振己一人不可能对付的，他们只能尽力支撑，等09攻占敌方城池解围。他们希望让天光和拳王说说，看能不能帮他们应对这场战争。天光表示他平时都在和韩良修炼，只看过对方出手2次，而且都是在他危险的时候。天光觉得韩良是在锻炼自己，不会出手。闻言，兄弟俩想向邻国求救。天光询问为什么不找北疆12人，虽然现在11人，但2人却不理会天光，找理由离开了这里。潘队长告诉天光，那11人分散平国各地，很难聚到一起，最大的问题是派系问题。天光却一点不理解。此时士兵来报，周围的村子都冒起了浓烟，并且敌人分3路直奔这里。袁振己的弟弟让众人不要惊慌，村民都被接进城里，他们只要全力守住这里就行。就在他指挥之时，给予已出现他的面前，还好哥哥及时出手拦下了攻击。另一面，给予的部队搜寻留在村子里的那么多村民，不可能都会撤离，一定会有没法移动的人。
随后手下就在一片废墟中找到3人。战场之上，两军已经交锋，但司马迁并不准备进入战场，对手太弱让他没了兴趣。此时给予与袁振己大战数个回合，他们在战场之上不断交手，渐渐远离了战争中央。给予表示对方不愧是杀了父亲的男人。此时他的后面一人带着2个孩子出现，直接被其扔下悬崖。袁振己直接化为光影直奔孩子，接住孩子的同时，给予已出现在他的身后，他勉强挡下一击，却躲不过另一人的偷袭。他以武力强夺城池兵权，听命于己。为了活命，太守只能上交自己权力，而丞相偷偷派使者书信2人。当灵九攻城之时，两人里应外合之。另一处战场上，给予的女儿一箭偷袭成功。给予表示可惜错过机会，刺得太轻。手下见掌门被伤，连忙来此营救，无数箭雨直奔2人。借此，袁振己带着孩子回到了队伍之中。他第一件事是询问战况如何。手下禀报，因为开了大门，关卡可能保不住。见此，袁振己让百姓和部队返回主城。就此，给予部队攻陷了关卡，攻下主城也是时间的问题。他们的部队已将城池包围，因为大量村民融入他们的粮食也成了问题，部队士兵的士气也在下降。韩良见粮食不够自己吃，便上山打猎了不少食物。众人疑惑这么多东西怎么搬运时，天光和马队长2人已抬起了食物。士兵询问韩良这样的实力为什么不出手相助，韩良表示自己杀的人已经太多了。翌日，给予率兵再次准备攻城，双方都知道这是最后的决战。给予没有急着进攻，而是将俘虏押到了阵前斩首。手无寸铁的村民他没有屠戮，他的目的很简单，就是再次让对方的士气下降，放下武器投降才可活命。而袁振己也有应对的方法。韩良打猎的肉都下锅煮熟，同时煮肉的香气缓缓升起，这也让对方好久没吃过肉的士兵动容。这种对峙持续了好久，突然的消息来到，打破了这种平衡。小襄城被攻破，太守直接投降，被灵九占领。得到此消息，袁振己准备主动出击，因为灵九正率大部队前来支援，对方的士气大涨，让给予疑惑。司马迁得知消息后，终于准备走上战场，他要在支援到之前攻下城池。当他从侧面进城时，这里已经空无一人。袁振己的儿子此时出现，他表示村民已经全部转移。司马迁不以为意，这样也不会改变什么。但对方说要给他介绍个人时，士兵们连忙清除了一条道路，正是韩良远远地站在那里。原来天光趁韩良睡觉时，将肉分给了全城。韩良醒后到处都找不到自己的食物，大发雷霆之际，司马迁来到此处，看到了韩良。他清楚地记得之前那场大战时，那个男人以一当万，横扫整个战场。从那时起，他就想与韩良过招。今日没想到竟会再次相见，他已经兴奋得不能自控，瞬间攻向了韩良。见此，袁振己儿子让部队堵住敌兵，明月商团也都加入了战斗之中。此时正面也已经开始了战斗。这时给予才接到消息，而且他的儿子竟和拳王打了起来。多年前，少年跟随父亲讨伐匈奴，父亲奋勇无比，消灭无数敌人，但一个身影深深吸引了少年，那种力量让少年羡慕。在见过那人的战斗后，他浑身鲜血为之沸腾。今日他要好好挑战这个对手，而那个人根本不想理会少年，因为他正为丢掉的肉生气。韩良通过对方独特的眼睛认出了他是谁，表示告诉过少年的父亲不想参与这场战斗，但司马迁根本不理会这些，直接冲向韩良。当他的父亲得知所有情况后，如果韩良加入战斗，他们很难赢得战争，他必须打破现在战争的平衡。他直接凌空跳起，直奔儿子所在地方。袁振己也看出了对方的意图，但战场上不断有人攻向自己，他必须先解决眼前这些敌将，趁给予不在时多多杀敌，然后再去支援。当给予直奔这里时，天光发现了他好像冲韩良而去。此时司马迁一直追着韩良攻击，韩良没有办法一拳打向对方，但不曾想对方一直缠着自己，这种与高手对决的感觉让他兴奋。韩良没想到对方是个疯子，一拳再次将他打飞时，给予已从后面攻来。同一时间，天光出现阻止了他，但却被抓住控制了行动，反手就是一枪攻向面门。好在韩良及时解围。随着司马迁再次攻向韩良，4人变成了混战。一声巨响响起，4人各自分开。韩良没想到天光会来帮自己，天光则有点后悔来此。另一面，给予与儿子要联手，但司马迁却想独自解决。给予大怒，告诉他现在这是战场，不要成为只会打斗的野兽。韩良让天光选个喜欢的作为对手，这也算是久违的实战训练。随即4人再次攻向彼此，战场上每个人都陷入了苦战，连袁振己也一样出现了疲惫之感。天光一直在纠缠给予，但已浑身是伤。给予没想到他这么难缠，当得知天光学武不过3年，他决定杀掉天光，不能留下后患。几招过后，他一把抓住天光，随即将他按倒在地，准备就此解决这个麻烦。就在这时，袁振己来到救下了天光，他将战场交给了手下，他想要反转这场战争，必须解决给予。当2人准备出手时，韩良2人出现在他们面前，不停地厮打在一起。当2人分开后，韩良发现了袁振己，袁振己表示他要协助拳王解决2人，
但韩良轻轻一拳就打倒他，他只不过是在硬撑而已。韩良让天光带着元镇记离这里远些，他没有办法，只能再次出手对付二人。他要让对方看看什么叫真正的化神之境。男人在战场上无人能敌，但一股惊天力量连他也为之动容。他询问战友是不是他的能力，但却被告知他也没有那种力量。他怀疑会不会是敌将首领所为，那种感觉他今天还清楚地记得，原来是韩良所拥有。而司马迁在见到后不禁反省，敌人越强，他战胜后越有成就感，给予连忙喝止儿子收手，但一切都为时已晚。随着巨大声响起，司马迁已经废了一臂瘫倒在地，韩良则是缓缓走向对方，见韩良不准备停手，给予连忙上前解围，顺势将儿子救出。但韩良已经来到了他们的身后，既然惹他生气，就要做好心理准备。一击打飞给予后，再次将司马迁按倒在地。韩良要让他感受下什么叫力量，冲天而起的威力响彻整个战场。韩良没想到对方竟没有就此断气，但一切都已结束。就在他准备再次出拳时，给予上前挡下了攻击，但他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。他本想趁此重伤韩良，却被轻松闪开。他回到儿子身边，让他带着军队赶紧离去。他不是为了救儿子，而是为了征伐平国做出的选择。他已经老了，儿子还年轻，随即直接将司马迁扔回自己的部队。他作为一国之王死在战场是他最好的结局，只是没想到会死在韩良的手中。说完，他的双眼已经失去了光芒，就此陨落。司马迁命手下就此撤退。大批人马接到命令后全部撤离时，林九也已来到了这里。他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，所以并不准备追击敌人。此时韩良看着死去的给予，力量慢慢散去，只感觉好饿，随即烟雾充满了全身，明显感觉身形变小了不少。他让两人先行离去，他填饱肚子就会去找天光。就这样，此次战斗就此结束。村民陆续返回了自己的家乡，士兵死伤了1万多人。林九表示都怪自己来晚了，袁振己则表示不是那么回事，他们已经都尽了最大努力。随后他便来看天光，感谢他这次的帮助。天光则担心自己会不会变成韩良那样，那完全不像是打架那么简单，更像是单方面的折磨对方。另一面，明月在于川流的帮助下终于见到了众商团，而众人都知道明月的名声，这里的人都找过明月陪酒，他们也都听说了丞相的想法，但很难按期实现，对于实行者可是很大的考验。但明月却不以为意，毕竟想在这战国生存，没有魄力是不行的。大门商会表示赞同明月的想法，但是要有个更有能力的人带领大家，他认为自己更能胜任。这本是商界之间的聚会，门外却都是各家高手保卫，而门里也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。所有人都觉得丞相的任务很难完成，更不服一个机生来做负责人。就在双方争论不休时，一人提议他们可以来场比试，请于川刘长老作为出题者，胜者作为这场工程的负责人。散会后，大门商团决定给明月点教训，一个初来乍到的机生竟对他这么没有礼貌。当明月几人来到木散城外时，远处山上已经有几人等在那里。就在他们想动手时，一道蓝光闪过，众人已身首异处，正是关队长从暗处出现。见此，剩下的人直接冲向了他，但在他的面前都撑不过一招，领头的男人只能出手。关队长知道对方是大门的护卫队长，实力果然不是杂兵的水平，但也就是比杂兵好点罢了，在他面前都不够看。随后他回到青烟亭，并没有说什么，但亚中看出了什么。关队长以为自己身上沾上了血，亚中表示是他身上的杀气还没有消散。关队长不想惊动明月，毕竟明月要全力应付比试。第二天一早，大门商团知道了自己的人都死掉了，他没想到明月商团还有高手存在，但他实在无法忍受这份屈辱。他准备找第一杀手出面解决此事，但别人告诉他前年那个杀手已经死掉了。翌日，北原城外一处峡谷，各个商团聚集于此。这里原来修过一处水利工程，将这里的水引向了附近的村庄。但第二年雨季来到时，水渠的容水量完全超标，但附近有5个村子，想要全部搬走也不太现实。而比试的题目就是解决这里的问题，他们可以用自己的方法，但不能用暴力逼迫村民。他们于川流会全程监督。明月知道这是于川流为自己名声而出的题，他也只能先到村里看看实际的情况。此时温侯商团邀请明月到他们找的地方住宿，村子里很难找到合适的住所，明月直接答应了对方的邀请。随后几人到水渠周围查看情况，虽然修了堤坝，但作用不大。他们想问问村民时，却被无视，直接走开。这条水渠方便了城里人，但却影响了城外的人。当众人巡查后回到了临时住所，温侯商团竟提出想和明月商团合作。明月不知道对方为什么突然要和自己合作，而外面万之和关队长也不理解。本来温侯商团和大门商团一直走得很近，忽然出现这种情况，万之决定去调查下，便独自潜入了对方府邸。当他觉得轻松之时，后面已有双眼睛盯住了他。男人年轻时专门打劫全国富人地区，匈奴进攻时他加入到战场之中。战争结束后靠贩卖战争奴隶起家，封为北冀12人，被人称为叶侯。而万之打探消息的地方正是元后商团的府邸。明月一直在思考为何元后商团会和自己合作。那个男人虽然是养子，
但能力是所有商团中最强的存在，而且他总觉得在哪里见过此人。第二天，明月几人来到村子，但村民都不愿搬离此地，他们的祖辈都葬在这里，而且离开这里他们也没有生存手段，饿死或淹死也没有什么区别。就在明月准备再看看周围情况时，元后商团告诉他们，大门商团已经有了行动，他们聚集了大部分村民，提供工具材料并支付报酬，无论男女都可以帮助他们修建堤坝。村民见此都是踊跃报名，所有人都知道这会需要大量钱财，但大门商团财力不容小瞧，就算是赔本生意为了营业在所不辞。他要好好践踏明月的信心，让他看看什么叫做商团。明月询问元后商团现在还要继续合作吗？但对方表示相信明月的实力，对他的做法拭目以待。明月觉得对方不像是沉迷他的美色，需要好好调查下对方的意图。但万之此时已被叶侯所抓，对方竟没有处罚他，而是很好奇，还露出恐怖的笑容。看到万之，叶侯竟想起了年轻的自己，当时因为穷到处偷有钱人的东西，不知不觉已有了今天的成就。万之解释自己不知元后商团是他的，通过话语叶侯竟猜出对方是商团鄙视一方的人，现在他也不知如何处理为好。几天后，大门商团得知工人竟都停工，因为村民的孩子们都陆续失踪，所有人都放下工作去寻找孩子。听完，大门立刻想到了是明月做的手脚。另一面，明月也知道了这个消息，他将事情交给别人后准备去看看。此时村民全都在寻找孩子，全村大概丢失了20个孩童，周围都没有他们的踪迹。大门找到明月，不由分说便上去打了他。他不知大门为何会这么没有教养，大门则说孩子丢失是明月为了阻挠自己。这几天李叶侯一直在吃喝，万之好不容易等到对方喝醉，他才趁机溜了出来。他得到了不少向明月汇报的情报，就在他准备回去时，远处的声音吸引他，一群黑衣人抓的正是村里的孩子，而这一切都被万之看在眼里。他们四处搜刮财物，贩卖战争奴隶，却被一个孩童拦了下来。只要给口吃的，他甘愿当做奴隶。男人觉得好玩，便收他为义子。没想到孩童长大，竟帮他成立了商团。他从未想过会有这样的生活，除了找个好媳妇，他再无所求。他听说万之以前也为了老人和孤儿偷东西，虽然偷东西不好，但是他还是很喜欢眼前的小鬼。说着说着，他就睡了过去。随后万之偷偷溜走，便撞见了一群黑衣人抱着孩子。通过话语，他知道应该是绑架来的，而且是元后商团的人所为。看来他们还在秘密地出售战争奴隶。就在万之思考之际，一人已来到了树下，一拳直接轰向万之所在，烟雾散去，树已被打成粉末。众人还未反应过来怎么回事，队长告诉他们去周围找出偷听之人。万之在瞬间扔出烟雾弹逃跑了出去，但受伤不轻，让他也无法迅速离开这里。当他挣扎起身的时候，后面已经传来追击的人声。经过不停的追逐，他们的距离已经逐渐拉近。当万之跑出森林时，面前出现一片花海，这种没有遮掩的地方他根本无法逃跑，同时追击人已经将他包围，他只能再次使用烟雾弹，但没有地方隐藏，他还是被众人所擒。几人看万之的装束就是有备而来，准备将他活捉回去时，一道绿光闪过，直接解决一人。众人还未看清是谁，又有2人毙命。他们终于发现敌人在前方，来人见他们的装束就知道不是好人，而且他们抓的人可是自己的朋友。3人准备将万之作为人质保庇，但亚中瞬间就来到他们身前，他们的话语亚中可是听得一清二楚。万之好奇亚中怎么会在这里，亚中只说在执行任务。另一面，元后商团出面让两方冷静，他提议暂停比试，先寻找孩子，但大门商团已经认定就是明月所为，除了明月没人有理由这样去做。元后商团希望众人冷静，听听明月如何说，并请明月提出不是他做的证据，毕竟现在所有人都在怀疑。明月则是很诧异为什么要自己拿出证明，如果怀疑是他的话，应该是提出证据才对。众人虽然无言以对，但还是认定了就是明月。明月暗道不妙，所有商团的人已经将他孤立，这种气氛连村民也被影响。他怀疑这都是元后商团的计谋，一步步在动摇自己与所有人的关系，但这些也只是他的怀疑，他也无法证明这些。在遥远的国度，那里有种作物只给家畜食用，因此看不到价值，商人也没有引进，那里人称它为波塔塔。明月准备用此解决村民粮食问题，毕竟这种食物发生洪水也可生存，如果好好烹饪也能成为好吃的食物。但众人却感觉这毕竟是为家畜的东西。明月表示在异国这些是战斗时的重要食物，所以希望各商团带领村民去山间开垦种植，虽然不能像大门商团马上见效，但主要的问题是解决百姓的苦难，防止灾害不能解决这里的根本问题，解决他们生存的方法可能也是一种办法。就在2人交谈之时，他们发现远处的人影，正是亚中背着万之回来。回到商团后，万之将情况告诉了明月，并为自己随便行动而跪地道歉。明月没想到竟真是元后商团所为，奴隶交易利润颇丰，看来他们一直都未停止，但这种交易在北原城是被禁止的。明月的出现正好替他们背了黑锅，所以才会开始接近明月商团进行栽赃。亚中询问现在是不是要和对方撕破脸，明月表示那是一定的，但是如果处理不好可能会适得其反，最后的结果是自己被完全剔除。亚中希望明月不能蒙受不白之冤，
就算暂时做不了什么，也要救出孩子。明月对亚中的态度很是惊讶，毕竟他不是商团的人。亚中表示自己也是受人之托，而且他相信明月也想处理好此事。一处山洞之内，所有的孩子都被抓到此处。这时，元后商团也出现在了这里。队长告诉他，有人发现了他们的行动。只见他手中棍子变长，直接抽向了旁边的一个孩童。这些孩子的哭声让他很不耐烦，他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这种声音。随后，队长继续报告，追击的人都已被消灭，他们已经很久没有这么大的收获。为了以防万一，将孩子们全部转移。不多久，万之和亚中来到了洞口。万之清楚地看到那些人进入了这里，但这里面太过安静，亚中觉得有些奇怪。当两人进入后，一个人影都没见到。这时，后面黑影中走出一人，他已再次等候多时了。果然是明月商团的人在妨碍他们。亚中让万之去寻找孩子，但他们已经被众人包围。另一面，明月带人到了元后商团总部，他们很可能已经将孩子转移，所以他希望关队长到时在商团周围搜索，而明月会进入到总部确认是不是真的与叶侯有关。洞穴内，亚中已经和对方开始了战斗，对方的力量巨大无比，他的剑招都被对方直接弹开，但是在身法的灵活上，他还是能占到些上风，而万之却只能不停地逃跑。慢慢的，他已经被包围在了中间。他们是两个商团的家主，更是竞争对手，但今日竟相信了明月商团的想法。明月很吃惊，怎么会如此顺利？但大门却什么也没有多说，出现在了绑架孩子的山洞门口。手下示意这里很危险，让家主远离，但他却觉得躲起来会让明月耻笑。任何事情他都必须比那个女人做得好，随即让手下一定要比明月先救出孩子。而这一切都是因为手机大人出面调解。在这之前，他找到了大门，表示他误会了明月。明月并没有想要和所有商团为敌，只要好好引导，他会在乱世有所成就。执着于眼前的利益，不如远光看得更远。毕竟他们作为10年的知己，明月也算是大门的妹妹。随后，手机离开大门商团，他希望亚中可以去帮忙调查下元后商团。亚中表示会去调查，毕竟天光和明月帮助过他。此时山洞之内，两伙人已经混战到了一起。大门商团到处寻找孩子的踪影，亚中告诉他们，孩子已经不在这里，不知道被转移到了哪里。就在两人大战时，一名手下叫住了队长，他们的人数不敌大门商团，最好暂时撤离。队长不敢相信大门商团竟会来此插手，只能让手下先行撤退。另一面，元后商团内，关队长在周围调查时，也发现了些奇怪的痕迹，而内院中，明月还是没有见到叶侯。对方告诉他，家主因为急事已经出门。明月再三询问去了哪里，他怕对方已经去了山洞支援。此时，远处一颗信号冲天而起，众人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正是万之向明月报信，见此，明月也不再掩饰，抽剑直接对准了对方的颈部。刚才的信号表示孩子已被他们转移，如果想活命的话，就赶快带他去见家主。对方没有办法，只能带明月前去。随后，众人被带到了一处空旷的房间，他们没有看到家主在此，只有一道凶光盯着他们。众人只觉得眼前光影一闪，纷纷被击中倒地不起。还好万之出现推开了明月。远处黑暗中，一人缓缓走出，见此，明月连忙将武器捡起。那人表示竟然非法入侵，还带着武器。下人在一旁表示明月诬陷他们绑架了孩童。明月知道那个人应该就是叶侯。叶侯表示，既然闹出这么大的动静，就应该有所觉悟。只见他双手光芒闪烁，无数红光直奔明月而去。此时一杆长枪挡下了所有的攻击，正是关队长及时出现。虽然挡下了攻击，但他也被其所伤。